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的处境太尴尬了，谭松韵的处境太尴尬了。从娃娃脸到挑战转型，她真的被定型了吗？提起谭松韵，很多观众脑海中闪现的永远是一张笑容甜美的娃娃脸，那种仿佛永远停留在青春期的模样。她演的耿耿、李尖尖、纯儿这些角色，不仅深入人心，更像是给她本人贴上了青春无敌、校园剧女主甜美少女的固定标签。也正因如此，当34岁的她依然出现在一部以校园为背景的偶像剧中时，引发了不少争议。人们质疑她是否还合适出演学生角色，也在讨论她的演艺之路是不是被娃娃脸困住了。娃娃脸的祝福也是限制，在内于这个光鲜亮丽、竞争激烈的圈子里，娃娃脸曾是谭松韵的最大优势之一。比起同龄人，她的外形条件让她在一众新人中显得格外突出，甚至在她30岁之后，依然能轻松驾驭高中生、大学生的角色，这在任何行业中都算得上是一种逆天的状态。她曾凭借《最好的我们》中的耿耿一角一炮而红，与刘昊然组成的耿耿于怀 CP 更是成为无数青春剧迷心中的意难平。那个时候的她正值27岁，演起17岁的高中生毫无违和，甚至比不少真实的高中生演员更有青涩感。但时间总是无情的，当她再一次出演类似设定的角色时，年龄的现实因素开始被放大。你比星光美丽，争议的起点。谭松韵与徐凯合作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本是市场十分看好的流量与演技双保证的组合，但就是这部剧在拍摄前的一次选角沟通，引发了不少讨论。据悉，在与导演初步洽谈时，谭松韵坦言自己已经不适合再演高中生或者初中生，主动提出建议换人出演。这样坦诚而清醒的态度，原本应被理解和尊重，但最终剧组只是将角色设定稍作调整，从高中生变为大学生，依旧由谭松韵饰演，这让不少观众感到不适。尤其是当剧照释出、预告上线之后，舆论更是一波接一波。有评论说，她怎么还在演学生？30多岁的年纪就该演职场、家庭类的戏。甚至有更刻薄的声音指出，她就一条戏路，离开了校园剧，她什么也演不了。但事实是，你比星光美丽播出后，口碑和收视双双在线。无论是角色塑造还是剧情张力，谭松韵的表现都没有让人失望。她用实际表现回击了质疑，也证明了年龄不应该成为界定一个演员能力的唯一标准。跳脱舒适圈，谭松韵早已尝试。其实早在遭遇这波争议之前，谭松韵就已经意识到角色单一的问题，并多次尝试转型。她与钟汉良合作的《锦心似玉》是一部典型的古装宅斗剧。在剧中，她饰演的罗11娘是一位温婉却又不失聪慧的大户人家小姐，与她以往青春活泼的学生角色形成鲜明对比。在这部剧中，她将罗11娘从逆来顺受到慢慢掌握主动权的成长过程演绎得层层递进，尤其是面对宅斗、情感、家族纷争时的坚韧与果敢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谭松韵。去年，她又出演了《蜀锦人家》，饰演一位独立自主、敢于追求事业的女性。这次，她演的不是少女，而是一个敢于经商、重视女性价值的大女主。剧中的那句台词"先是自己，才是谁的妻子"，更成为不少女性观众心中的金句。观众终于看到，她并非只会演耿耿这样的角色，而是拥有广阔的戏路与驾驭能力。从学生脸到大女主，为何还是不够？纵然在角色塑造和演技表达上，谭松韵早已做出了突破，
但转型之路却并不顺利。究其原因，不仅仅是因为娃娃脸，也因为他此前饰演的角色实在太深入人心。耿耿、李尖尖、纯儿这些名字背后，是一代观众的青春记忆。尤其是以家人之名中李尖尖一角，更让她成为国民妹妹般的存在。她与宋威龙、张新成组成的家人 CP 也一度霸占热搜，成为网友心中的治愈三人组。甚至她在《甄嬛传》中饰演的纯儿，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，但那份天真可爱、单纯善良的气质，同样令人难忘。纯儿的离去，不少观众都红了眼眶。正是这些角色，让大众对谭松韵有了固有印象，也在潜移默化中把她框进了一个固定的角色类型里。但演员的本质就是不断突破，打破设限。只是对于谭松韵来说，这个过程或许会更长、更难。你什么年纪就该演什么年纪的角色。郝蕾曾经的一句名言：你什么年纪就该演什么年纪的角色。那如果40几岁了演一个少女，旁边的少女演什么？这句话虽然听起来略显苛刻，但也引发了对年龄与角色适配的广泛讨论。但问题在于，演艺圈中从不缺逆龄出演成功的例子。孙俪出演《甄嬛传》时已30岁，却将少女甄嬛的青涩与后期皇后的沉稳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林依晨在我可能不会爱你中饰演30+女性，却仍然保有青春气息。这些成功的例子说明，只要演技到位，角色合适，年龄就不是限制。对于谭松韵而言，她的娃娃脸可能在视觉年龄上延长了青春期，但她的心态和努力却始终在向前走。新剧频发，再次出发的谭松韵，如今谭松韵已经重新出发。2025年，她一口气官宣了3部新剧《我和我的命》《兰香如故》《逍遥》。从目前释出的信息来看，这3部剧各具风格，完全不是此前校园风的延续。《我和我的命》聚焦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，是一部现实题材的情感剧，《兰香如故》则是古装奇幻类型，而《逍遥》主打武侠元素。谭松韵将尝试全新的打戏与角色心理深度。这一波作品发布，像是他对质疑最有力的回应。他没有选择一味守着舒适区，而是主动走出少女圈，尝试多样化的人设与剧本。这不仅是对观众的交代，更是对自己演员身份的一次再确认。结语：谁说娃娃脸不能成长？谭松韵的处境尴尬吗？从某种角度看，确实如此。在大众对年龄、外貌、角色匹配的固有认知中，她很容易成为被争议的焦点。但她真的止步于学生角色了吗？显然不是。她不断尝试转型，敢于挑战新的剧种与角色风格。她也从不在意质疑声，而是以实际作品说话。演技是她最有力的底牌，敬业是他一直以来的态度。或许大众真正需要转变的是对演员的认知方式，不要让一个角色、一个标签定义一个演员的全部，更不要因为年龄就为他设限。谭松韵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她可以是耿耿，也可以是罗11娘，她可以是甜美的李尖尖，也可以是商场沉浮中的谢小满。未来的谭松韵值得我们继续期待。或许在某一刻，你会突然发现，那个一直在笑的娃娃脸，其实早已在沉稳中完成了成长。